陆承业最近的心情很不好。自从那个忤逆的儿子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穷小子公然与他决裂之后，他就一直在等着看他焦头烂额，等着看他走投无路，等着看他最终低着头回到自己为他铺设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来。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又一份让他愈发心烦意乱的报告。景飞的景城律所上个月打赢了国内最大的一起跨国专利侵权案，一战成名。那个叫沈燕的设计师，他的回光工作室拿下了新市政艺术中心的设计项目，连市长都亲自接见了他。小小姐沈涵已经完全康复，并且以全额奖学金的成绩考入了 A 大音乐学院附中，主修大提琴。每一条信息都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在他的脸上。他那个脱离了陆家本该落魄潦倒的儿子，非但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一蹶不振，反而活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更加鲜活。这天，陆承业独自一人坐在那间他曾经用来审判沈燕的古色古香的茶室里，茶香袅袅，他却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名为孤独的滋味。他打开了助理呈上来的平板电脑，上面是前几天那场商业晚宴的新闻照片。照片上，他的儿子正穿过衣香鬓影的人群，走向一个安静的角落。那个角落里站着那个清瘦的名叫沈燕的青年，他们碰杯相视而笑。那样的眼神，陆承业从未在自己儿子的脸上见过。那里面没有了面对他时的敬畏和疏离，也没有了在商场上的锐利和算计。那里面是一种他无法理解却又不得不承认的名为幸福的光芒。他忽然就想起了很多年前他尚且年轻的妻子也曾用这样一种眼神看着一无所有的自己，只是不知从何时起，那样的眼神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陆承业关掉了平板，闭上眼，靠在椅背上，久久未动。他一生都在追求掌控，掌控财富，掌控权力，掌控他儿子的未来。可到头来，他却发现自己好像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几天后，一笔巨额的匿名捐款汇入了 A 大附属医院的罕见病儿童救助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正是小韩曾经接受过帮助，也是沈燕和陆景飞现在每年都会定期捐助的地方。又过了几天，回光工作室接到了一份来自欧洲的堪称天价的设计订单，对方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指名道姓只要沈燕的设计。而那家集团最大的股东之一正是陆氏。当沈燕将这份过于奇怪的合同拿给陆景飞看时，陆景飞只是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他沉默了许久，然后拿起了手机，拨通了那个已经快1年没有联系过的号码。电话那头依旧是那个沉稳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声音。喂，那笔捐款和那份合同。陆景飞的声音平静无波。是你做的？电话那头是一阵长长的沉默，久到陆景飞以为他不会回答。这个周末，陆承业的声音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和疲惫。你母亲包了饺子，他说他很久没见过你了。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他那句你母亲已经说明了一切。陆景飞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热，他看了一眼身边正安静地看着他的沈燕，然后他对电话那头平静地说，我会问问沈燕，她周末有没有空。说完，他挂断了电话。那一天，没有剑拔弩张，没有低头认错，但他们父子二人都心知肚明，这场持续了近1年的冰冷的战争，以一种最无声的方式和解了。